甘愿把自己的领土作为美国攻击中国的基地和跳板，那后果就是日本全境都将是中国的打击范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储备弹药，美国和日本加紧进行与中国动武的实战准备。前不久的1月7号日本和美国举行的外长加国防部长参加的2+2会谈，统一了对付中国的行动方针。那针对他们关于中国台湾、新疆、香港、东海和南海的所谓的联合声明，我国外交部已经做了严正的批驳。当时美日的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到这次会谈的细节内容。那我们注意到1月16号，日经新闻披露，在美日2+2会谈中他们谈到了要在日本各地，特别是在台湾附近的这些岛屿上的军事设施中储存弹药的问题，要为潜在的地区冲突做好准备，要致力于增加美日设施的联合共享使用，努力加强日本自卫队在它的西南岛屿地区存在的态势。日经新闻披露储存的弹药将确保美国和日本在地区冲突期间有足够数量的弹药可供使用。目前美国和日本将重点储备3种导弹，分别是联合空对地打击导弹 JASSM、 远程反舰导弹 LRASM 和先进的反辐射导弹 AARGM。 在军事设施的联合使用方面美日将共享机场跑道。这个 JASSM 和 LRASM 属于同一种导弹平台 AGM-158 系列。这款导弹是美国研制的远程亚音速隐形巡航导弹，前者主要攻击地面目标，后者主要攻击水面目标，只能由飞机携带发射，不同版本的射程在800公里到接近2000公里之间。这2款导弹都安装有先进的导引头，防区外发射，抗干扰能力强，精准攻击目标，很难防反，对我军构成了重大威胁。先进反辐射导弹 AARGM 是美军哈姆反辐射导弹的衍生型号，射程在180公里左右，也只能有飞机携带空中发射，专门攻击带辐射源的雷达目标。正因为这3款导弹都是机载发射型，所以它们的存储位置必然是在有机场的岛屿上。日美之间的协议也必然要涉及到如何共享机场跑道的问题。同时，根据我们天路智库重点跟踪研究的美军年度弹药采购计划，美军2022财年将较大批量的采购 JASSM 和 LRASM 隐身巡航导弹，其中空军计划采购280枚 AGM-158B、 210枚 AGM-158B2 和35枚 AGM-158D， 分别配备给美国空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F-15 重型战斗机和 F-16 轻型战斗机挂载使用。美国海军则计划采购25枚 AGM-158B2 和48枚 AGM-158C。 看来美军已经在为亚太地区的军事冲突做前期准备了。当然，美军的这个年度弹药采购量只是一个信号，这绝不是准备同中国全面开战所需求的数量，那个数量那是在5位数的数量级。这个是我们高度关注的内容因为美军弹药准备的数量是判断美军是否真的要开战的一个非常可靠的指标，而且美国的体制决定了美军的弹药采购行动行为无法保密。日本西南部的这些岛屿从日本九州一直延伸到台湾岛附近，最西端的与那国岛位于台湾以东仅仅是108公里的地方。这一串岛链上稍微大一点的岛屿都修有机场包括与那国岛、石垣岛、多良间岛、宫古岛、下地岛、九米岛、庆良间岛、冲绳岛、德之岛、奄美大岛等等，有的岛上还不止一个机场。可以说，日本的西南诸岛是美军使用跳岛战术同中国作战的理想场所。对于日本和美国即将进行的这些实战的部署，我们必须明确地告诉日本，如果日本甘当美国攻击中国的炮灰，甘愿把自己的领土
作为美国攻击中国的基地和跳板，那后果就是日本全境都将是中国的打击范围。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